7月14号，网上传出了一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M1 坦克正在德国的格拉芬沃尔训练场演练的图片。从中不难看出这辆 M1 配备的扫雷装备并不是美军常用的扫雷犁，而是颇具年代感的扫雷滚。为什么美国会给 M1 配备这种装备？图中的 M1 又是什么型号呢？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之所以美国会给 M1 装上扫雷设备，最大的原因呢，在于今年6月份，乌军装甲部队开始反攻时，他们装备的扫雷设备型号和数量都非常少。根据大兵查到的资料显示，拥有大量北约装备的乌军第47机械化旅在反攻前仅配备了3辆豹2 HMBV 和若干老式的 BMR2。其中呢 ，BMR2 是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为了应对阿富汗战争，在 T54坦克底盘上改装而来的。具体乌克兰装备了多少，大兵并没有查到，但可以确定的是数量很少，再加上其型号过于老旧，所以这种扫雷坦克无法满足现代化作战需求。芬兰的豹2 HMBV 是芬兰在豹2 A4 的坦克底盘上加装了 FWMP 全宽扫雷犁等设备改造出来的重型扫雷车，乌军共接收了6辆。扫雷设备数量欠缺，无疑是制约了其装甲部队作战能力，以至于反攻初期出现了单辆扫雷车带着坦克和步战车过雷场的情况，最终导致了装甲集群出现损失。至于为什么美军会为 M1 配备扫雷滚而不是扫雷犁呢？这还得从这两种扫雷设备的原理来说起。本次曝光的 M1 坦克，其前部装备的扫雷设备全称叫做滚压式扫雷器，来源呢是美制的 M1 黑豹2式扫雷坦克上的扫雷滚轮套件。整个部件呢对比扫雷犁结构更为简单，其原理和压路机差不多，依靠重量直接引爆反坦克地雷，两侧的扫雷滚相对独立，可以更好的配合地面，每侧各有5个钢制滚轮，可以快速的在雷场内开辟一条安全通道。而扫雷犁在使用时则比较复杂，原理是像挖土豆一样，在不引爆地雷的情况下，将隐藏的反坦克地雷铲出，并且推至车体两旁。多数情况下呢，还需要工兵配合将地雷清理掉。因此，单从效率来讲，滚轮要比铲式更高，比较适合现阶段的乌克兰战场。关于本次曝光乌军使用训练的 M1 坦克，并没有任何机构透露这些坦克就是援助给乌军的，因此大兵认为图中的 M1 应该是驻德美军的装备，仅用于训练乌克兰车组。为什么大兵会这么确定呢？这不是原乌的 M1 呢？其实这涉及到了识别 M1 坦克的一个小技巧。M1 系列坦克自1980年进入美军服役后，经过多次改进，其型号已经超过了20个。其中在海湾战争前夕，美军曾为部分参战的 M1A1 坦克改装了新研发的平油复合装甲，因此这批坦克呢被称为 M1A1HA。 多出来的 HA 是英文重装甲 Heavy Armor 的缩写。外观上呢，主要区别是炮手主瞄准镜外罩从平滑的侧面修改成了带凸起的形状，增加了特殊的天线盒，以及炮塔侧面生产编码后缀加上了字母 U。不过，由于 M1A1HA 型之前的 M1 基础型和 M1 IP 型数量太少，以及美军现今的库存都是 M1A1 和 M1A2， 所以炮手主瞄准镜外罩形状并不能作为本次的辨别方式，只能通过炮塔侧面生产编码来识别。将本次曝光的 M1 图片放大之后呢，虽然这个生产编码不是特别清晰，但是也能明显的看出最后一位字母确实是字母 U。这里有朋友可能会问呢，为什么 U 是美军自用的 M1 呢？关于这个问题，比较靠谱的说法呢，是因为 M1A1HA 型上用上了平油装甲，而平油的化学符号为 U， 所以就用 U 作为生产编号的最后一位了。当然大兵认为这个说法靠谱，也是有根据的。咱们前面提到了，美军的 M1 是从 M1A1HA 型开始装备平油装甲的，而后续的 M1A2 系列实际上都采用了相同的平油装甲。之后数百辆老式的 M1A1 在升级过程中呢，也都配备了平油装甲和新型车载设备。至于为什么 M1 系列都装上了平油装甲，各位朋友应该很清楚毕竟它的防护效果太好了。因此一直以来，美军的平油装甲都是机密等级，同时围绕这项技术的保护措施也相当严格。例如近些年购买 M1 系列坦克的澳大利亚、埃及、科威特、伊拉克、摩洛哥、沙特阿拉伯、波兰、
他们购买的 M1系列装甲都没有配备平油装甲，而没有平油装甲，其炮塔生产编号的最后一位自然不是字母 U 了。例如澳大利亚购买的 M1A1 AIM-SA 型，炮塔编号的最后一位是 A； 部署在伊拉克的 M1A1M 型，炮塔编号的最后一位是 M。而近期呢，美国向波兰交付的 M1A1 FEP 型，则是以字母 E 上面加了一条横线和原来的 U 作为区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本次曝光的 M1是美军自用的，美国究竟会援助乌克兰哪款 M1呢？这就要用到排除法了。最早美国同意援乌 M1坦克的消息呢，是在今年的1月25号。当时拜登宣布，美国将军事援助乌克兰31辆 M1主战坦克，预计将在乌克兰组建一个坦克营。一天后，美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萨布里娜·辛格证实，他们打算提供 M1坦克家族中的更为先进的 M1A2 型，而不是美军现有库存中的 M1A1 型。但是时隔不到2个月，在3月21号，美国防部再次宣布，美方此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31辆 M1A2 将改为翻新改装的 M1A1 型坦克。对此，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么做是为了加快援助进度，因为如果要交付全新的 M1A2，涉及了拆除平油装甲等事宜，至少大约需要1年时间才能完成，所以改用库存的 M1A1 进行翻新改装，则可以将交付时间提前至今年秋季。另外，他还表示，美国提供的 M1A1 将会具备与 M1A2 非常相似的能力。综合以上信息，咱们是明显可以得到2个信息点：美国援助的 M1A1 系列，它的性能和 M1A2 系列类似。有了这2条要求，分析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早期的 M1A2 属于 M1A1 HC 型的改进版。这里大兵解释一下 HC 型，它其实呢是采用了第2代平油装甲，前面提到的 HA 型用的是1代。美军当时呢是以 HC 型为基础升级出来的 M1A2。可谓是 M1家族中划时代的存在了。主要改进项目呢，包括火控系统、提高生存能力、大量采用车辆电子装置和提高机动性等4大项。其中火控和提高生存性方面，主要体现在增加的车长独立热像仪和 CU2 激光测距仪，两者相结合，使 M1具备了猎歼作战能力。而由于增加的测距仪，其工作波长则与热像仪相同，因此也使得 M1火控系统的穿透烟幕和尘烟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成倍提高了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与敌方交战的能力。同时，它还改进了车长和炮长的显控装置，提升了资料处理及应战效率。此外，主炮和车长与炮长的瞄准仪上安装的稳定器也进一步提高了行进间的射击性能。有些朋友可能听到这些云里雾里，不太明白，但说多了容易跑题，咱们就不细聊了。简而言之呢，大兵认为 A2 和 A1 最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车长独立热像仪和升级的火控系统。因此，咱们找到 A2 型诞生后呢，美军又升级的现代化 A1 型有几个型号，再根据其他相关信息分析一下，大概就能知道美国会援助哪一款了。从 M1A1 系列11个型号来看，比较符合的只有2个型号，即澳大利亚的 M1A1SA 和美军自用的 M1A1FEP。其中呢 ，M1A1SA 全称的是 M1A1AIM-SA。在2006年，澳大利亚向美军订购了59辆的 M1A1AIM。由于双方政府协商开发时，澳大利亚要求其配置与美军使用的一样，因此通用动力为其增加了改进型的 FMS 装甲、SG-FLIR。第2代前视红外热成像 FB-CB2 旅级以下战斗指挥等系统，其正式代号呢被确定为 M1A1AIM-SA。AIM 代表了艾布拉姆斯综合管理， SA 代表态势感知，综合作战性能基本和美军使用的 M1A1SA 型一样。如果美国选择援助这一款，并且不阉割其他功能部件，那么乌军装甲兵就得偷着乐了。因为当时澳大利亚订购时呢，不仅要求这款坦克的性能和美军一样，另外加了不少定制需求。例如，炮塔后部的储物架右侧加装了一个冰箱，以供车组在炎热环境下储存食物；还有在炮塔泄压板前方中间有一个遮阳伞的安装点，可以用于遮挡阳光。至于 M1A1FEP 呢，则是2001年美军升级 M1A2 时的附带计划。通过 FEP 的项目，
海军陆战队的 M1A1 坦克用上了匹配美陆军的 M1A2 火控系统，加装了车长独立热观察仪、新型防护系统、新型悬挂系统等部件，其昼夜作战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2004到2020年间，海军陆战队共服役有450辆得到升级的 M1A1， 之后因陆战队开始转型，专注两栖作战，解散了坦克单位。2021年5月，陆战队将所有的 M1A1 转交给了美国陆军，撤装工作彻底完成。之所以要提这个事儿是因为这些坦克在移交给陆军后，随即被封存了，翻新改装起来会更节省时间。因此，美军援助乌克兰的 M1 很大概率和去年波兰购买的 M1 一样，部分呢是由陆战队退役坦克改装而来。总体来说，以 M1 系列坦克的性能来说，乌克兰陆军装备后战力肯定会得到提升，但 M1 性能出众的背后还隐藏着美军强大的后勤能力。想要它时刻处于生龙活虎状态，离不开妥善的维保和修理。例如 M1 系列配备的燃气涡轮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相当精密且复杂的设备，一旦出现故障，重达数吨的动力系统可不是那么容易维修的。虽然美国表示在援助 M1A1 坦克时会附赠一些 M88 型装甲救援车，可它在激烈的战场上只能保证将受伤或者故障的坦克拖回来。因此 M1 的后勤问题，这对于习惯了苏式坦克的乌军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各位朋友认为美国援助 M1 坦克后，乌军会如何解决后勤问题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